按照目前这一个网的收获来看啊，今天应该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八哥。今天天气也是终于晴朗了，又是准备可以出海捕鱼了。又是好几天没有出海捕鱼，所以等到今天晴朗才出海捕鱼。好了，现在把准备功夫做一下，就到船上那边准备出海。现在也才是6点多钟啊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太阳还没升出来啊，天感觉阴阴的。今天也是准备出发去外海啊。上一次的近海虽然收获有大黄鱼，但是最近的大黄鱼价格不高啊，所以就没有再进海捕鱼的兴趣了。这一次就直接去外海捕鱼一天吧。因为今天晚上半夜就开始刮风啊，所以只能去一天就回来，而且还要早点拉网早点回来的那一种啊，所以估计2个网要白天拉，留2个网夜晚才拉。到达这个小岛的位置啊，准备用这6500米的渔网把这个小岛给围起来放网。这一次是有带大网过来啊，准备开始放大网了，其中2个小网2个大网啊。小网是有个3500米，而大网只有个3000米，总共加在一起就有个6500米了。第一个网是最长的一个网啊，总共是有个2000米的渔网，所以这一个网就要很早就要开始拉了。今天是准备下午的3、4点就开始拉小网了，而2个大网就等到天完全黑再拉。船也是停靠在这个围岛放网的这个小岛的前面啊。吃过午餐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啊，然后现在是3点多，准备过去拉网了。因为今天风来的比较早啊，半夜就开始刮风了，所以还是要早点的把前面2个网先拉上来，这样子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。不要网拉到一半遇到大风大浪过来，那就比较麻烦了呀。好了，现在也是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网了。毕竟是白天拉网啊，估计渔获会比较少一点。应该也是捕一些小剥皮而已啊，一些杂七杂八的话估计会比较少。这里是先来一条泥猛鱼啊，还挺肥的，也是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一条渔获。还来了一条小黄鲫，这条黄鲫感觉太小条啊，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第一片小网也就上来了这么2条渔获而已啊。呀，这里是来了一个软丝墨鱼哦，也叫做大尾游。这种软丝墨鱼还挺好吃的，1斤也可以卖到50块钱左右。像这样子活活的拿来做刺身，味道是一级棒。毕竟是白天拉的网啊，渔获也是确实少很多。但是为了晚上能及时的回去，也不得不这样子。1条泥猛鱼，1条小剥皮鱼，3条渔获也都是不一样的鱼种啊。这一次的渔网带的是要比以前多了500米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，捕大货的季节也到了，所以就小网收了2500米上去，放了3000米的大网下来，总共就有个6500米的渔网了。因为不管怎样，毕竟大网的渔获会相对比较少。这里也是来了挺多的泥猛，小剥皮才来1条而已啊。本来以为是围岛放网，再加上是白天的网，小剥皮会多一点呢，但是就没有什么小剥皮鱼。夹鲫鱼来2条啊，现在夹鲫鱼的数量也比较少了。第2条小剥皮现在才来啊，都拉了5、6片的小网上来了。今天的小剥皮也都是养活着带回去卖啊，毕竟按以往的经验，最近的小剥皮应该会涨价一点的。上一次养活着的小剥皮回去卖1斤还70块呢，这一次应该会涨价一点，能卖到75应该也是会有的吧，至少。因为这一个季节的小剥皮数量就少很多了，况且今年的小剥皮本身就很少啊，所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。今天白天的网就泥猛鱼偏多啊，香头也有啊，毕竟现在是雕刻类的季节。等到大网的时候，那些真鲷、黑鲷应该就会比较多一点了。这也是今年的第一次放大网啊。目前白天的收获也不是很理想啊，都是一些泥猛鱼之类的。外海的野生大泥猛啊，1斤20、30块钱也是有的，而且现在的泥猛鱼也是足够的肥，全身都是肉啊，没有什么小刺，就中间一条足骨。这个季节的泥猛鱼特别的肥，相煎一下特别好。
拿来红烧味道也是挺不错的。平均应该都是2到3条1斤的规格，还连上来了一个海胆哦。今天的第2个刺豚鱼了，不过我们就不吃这个啊。外海的野生大泥猛要比近海的泥猛还要贵一些，因为外海的泥猛要大条一些，相对肉就会比较多一些。而且外海的野生大泥猛要比近海的泥猛要肥很多呢。你看，又来一条。这个季节虽然不算是泥猛鱼的旺季啊，但是却是比较肥的。目前为止的第3条小剥皮鱼啊。今天外海这边的海水相对就没有上一次过来的那么蓝色了，感觉就偏绿色一些。应该是近海那边的海水大退潮啊，直接就退到外海这边过来了。所以外海这边的海水就没有那么蓝色，就跟近海的颜色差不多，偏绿色。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第3次围岛放网了。目前来看效果还一般般，不过毕竟是白天拉的网啊，效果差不多吧。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，想象中应该是小剥皮会多一点的。呀，倒是来了一条老虎鱼啊，还不错还不错。老虎鱼就挺值钱的啊，价格很久不变，都是那个价格。再来一条泥猛鱼啊，老虎鱼的价格一直也都是150块钱啊，还没变过。这一条也不算大条吧，看起来应该也就是3、4两而已啊。这种老虎鱼拿来煮汤，味道真的是一绝啊！多来几条这种老虎鱼也挺不错。可惜今天来的都是泥猛啊。又来一条小剥皮鱼啊，今天的第4条了。反而天气一冷，泥猛鱼变多了哦。今年夏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泥猛鱼，放了那么多次的渔网啊，平均一次都是几斤而已。又来一个这种紫海胆了，不过这个季节的海胆没有膏，比较难解出来啊，直接把它敲碎了丢回海里面去吧。现在是大货的季节，放大网应该效果会好一点的。观赏鱼也来了一条啊，不过观赏鱼我们就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了，没什么肉，又小条又不好吃啊。上一次的外海捕鱼就捕到了挺多的香头，而且还遇到了好几次的香头鱼群呢。这一次就没有上来几条香头了呀。这一条泥猛鱼就挺大条了，估计要7、8两了。虽然泥猛鱼不是越大条越好吃啊，但是毕竟大条它的肉就比较多，而且足够肥，它的肉就比较香了。今天的香头都是一些小香头啊。这是一条小真鲷，就不是加鲫鱼了，毕竟是鲷科类的季节。小真鲷比较便宜啊，1斤也就20、30块钱，跟小香头差不多，也是一个价格的。还没有加鲫鱼的价格高呢，加鲫鱼可以卖到30几块钱。这边也是连续的来了好几条香头呢。这一种是香头，不是黄鲷啊。香头它的嘴巴比较圆，而黄鲷它的嘴巴是比较尖的。这一趟围岛放网，目前来看效果好像也不怎么好吧。看来估计要把希望寄托在大网的位置才比较好。毕竟是捕大货的季节，大网的效果应该还不错的。这个季节的大真鲷、大黑鲷、胡椒鲷比较多，而且也都是超大条的那一种啊，好几斤的。渔获不够啊，那就只能石头来凑了。深海大石头鱼块啊，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又是一条香头。这一会倒是连续来了好几条的加鲫鱼呢，数量不多啊，但还是挺大条的。毕竟现在加鲫鱼的旺季过去了，后面只会越来越少了呀。但是后面变少，价格也不会上涨的。因为后面的加鲫鱼就没有那么肥了，不怎么好吃。加鲫鱼的旺季还是在夏天啊，那个时候是又肥又大条。这一条是小真鲷啊，嘴巴比较尖，
而且背部没有2条长刺啊，就是真鲷了。真鲷的季节，大条小条的都有。小真鲷还没有加急好吃呢。本来以为白天的网应该小剥皮会有一点的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几条过来。这一个网都拉了3/4，1500米的渔网上来了，剩下最后的500米渔网，看能不能来一些吧。这一会儿来的也全都是香头啊。前半段的那一些就是泥猛鱼比较多，然后这一段的就是香头比较多了。后面这一些上来的香头相对就大条一点啊。难得的这么久才晴朗一天，就不能来一点硬货吗？怎么来的都是这一些普通的货色啊？毕竟现在的季节刮风的天气比较多，有时候1个月才晴朗个1-2次，一次有个1-2天而已。像这一次才晴朗个1天，一般这样的天气我们都在近海捕鱼啊。但是毕竟现在的大黄鱼价格那么便宜，就没有必要在近海了，而且鱼的数量又少。还不如在外海捕多一些杂七杂八的鱼货凑在一起还值钱。像上一次近海捕到了5条大黄鱼才值那么一点，真的还不如来外海呢。原以为捕到5条大黄鱼加上其他的鱼货能值个2-3千呢，没想到才值1000多，我就感觉有点凉了。所以这一次即使夜里就刮风了，我们也是果断的就过来外海了。近海肯定也是没啥指望的了，或许要等到快过年的时候，大黄鱼价格最高的时候才去近海捕吧。今天这些鱼货的品种也是偏少的，数量最多的估计也就是泥猛鱼了，然后就是香头啊。小剥皮应该也就上来了5条还是6条而已，不过上来的总体鱼货怎么都比近海的多吧？一个网就要比近海的全部渔网都要多。而且还是白天拉的网呢。呀，来了一条黄鲫啊！应该黄鲫的季节也是要到了。如果这个网等到晚上才拉的话，肯定鱼货会更多的。可惜是时间不允许啊。小剥皮还是有的，就是数量已经是少了很多了。看这一趟能养活几斤小剥皮回去卖吧。现在的小剥皮价格肯定是比较高的，我觉得1斤可以卖80了。去年冬天的时候1斤才卖70几块钱，去年的数量比较多，而今年数量这么少，卖个80几块钱不过分吧？来了好几条的泥猛鱼啊，虽然没有鱼群，但是数量也是足够的多，所以这一趟围岛饭网怎么说呢？收获算是一般般。没有特别少，也不会特别多。这一个网除了一条老虎鱼比较值钱之外，其他也都是普通的鱼货，连英格鱼跟海里鱼也都没有看到啊，可能那一些要等到天黑才有吧。这一个网也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也就剩下最后的2-3片渔网而已了。全是泥猛鱼啊，偶尔来1-2条这个小剥皮鱼，然后来一些香头加鲫鱼、小真鲷之类的。这条泥猛鱼够大条啊，有可能要接近1斤啊，真的是又肥又大条啊。解泥猛鱼还是要小心一点的，它背上的刺有毒，不要被它的刺刺到了。被刺到了，有时候真的是要痛很久的。所以慢一点都无所谓啊，就慢慢的把它解出来，不要被刺到就好了。这一个网比较长啊，拉的时间也是比较久，应该也就剩下最后的这么一片渔网而已了，整整2000米的渔网了。这也是今天的第一个大海星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。按照目前这一个网的收获来看啊，今天应该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了。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。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南澳的彪哥，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也请给我点点关注哦。